国外网红惨遭绑架。幸运的是，警方很快锁定了7名犯罪嫌疑人。当几人得知这一消息，全都表现得十分震惊。他们将通过监控录像寻找线索，并且这些嫌疑人需要接受一系列的测试，从而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几人很快通过监控录像发现，绑匪的身手并不灵活，狠狠地从栅栏上摔到地上。通过这些可以判定，绑匪并不擅长跳跃，因此第一轮众人需要完成障碍跳跃赛，谁能跳得最久，避免被击中，则一定就会是无辜的。然而机器刚刚启动，丽娜就直接被掀翻在地，随后约翰也不幸腰斩。显然这样的挑战极具困难。之后切赫一个不注意，同样被击倒在地。随着接二连三的有人倒下后，光是看着就十分痛苦。最终眼镜哥成为坚持到最后的人。通过在本轮中的出色表现，眼镜哥成功洗清了自己的嫌疑。之后众人继续通过录像寻找证据。几人很快便注意到，绑匪在踩到地上的水渍后，竟直接滑倒在地。因此在下一项测试当中，几人需要穿过超级滑的地板，并且顺利到达终点。谁手里的饮料保存的最多者，将会洗清自己的嫌疑。本轮丽娜第一个上前接受挑战，可没想到仅迈出2步后，丽娜就不慎滑倒，而杯子中的饮料几乎全部流了出来。之后切赫也走了上去，可面对如此湿滑的地面，他也有些脚底打滑，甚至直接趴到了地上。接着汤姆小心翼翼地走了上去，他行走的异常平稳，可最终还是由于过于着急的心态而失之交臂。而在几人当中，身高最高的汤米行走的却出奇的稳健，最终一路畅通地走到了终点。而接下来出场的大卫显然没有这么幸运了，最后出场的小美同样顺利走到了终点。由于汤米和小美全都顺利通过了测试，因此两人还要再加赛一轮，本轮还额外增加了难度。汤米本以为自己能够再次走到终点，可没想到还是在最后一格的时候失之交臂。相比汤米的慌慌张张，小美行走的却十分平稳，最终在顺利到达终点后才不慎滑倒在地。而她也依靠在本轮中的出色表现，证明了自己才是最无辜的人。之后继续通过录像寻找证据，不过就在绑匪打算爬梯子上屋顶时，怎料脚下一滑，直接掉落下去。显然绑匪非常不擅长爬梯子，因此需要测试几人爬梯子的能力，谁能以最快的速度爬到顶端，就能洗清自己的嫌疑。汤米第一个接受挑战，然而在摇晃的梯子上攀爬显然并不容易，他爬的也十分艰难，甚至直接从梯子上掉落下去，最终也是不得不主动放弃挑战。这项挑战对于其他几人来说全都十分具有难度，摔的几人都有些麻木了，根本无法在梯子上掌握平衡。而随后出场的约翰则不走寻常路，他反其道而行之，采用吊挂的方式前进，不过依旧没有办法爬到顶端，最终也只有切赫取得了成功，率先爬了上去。他也依靠自己出色的表现，成功洗白了自己的嫌疑。此时的嫌疑人也只剩最后4人。接着几人继续通过录像寻找线索，通过观察几人得知绑匪的刀法非常凶残，因此本轮需要测试几人的刺伤能力，谁能率先戳破所有气球，就能证明自己是无辜的。对于这样的挑战，几人全都充满信心。随着计时开始，几人一刻都不敢耽误地戳向气球，只听现场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，他们全都使出了浑身解数。最终经过3轮的挑战过后，汤米率先戳破了全部气球。然而在随后的检查过程中，小美发现汤米竟然有作弊嫌疑，而第2位戳破全部气球的大卫则成为了最无辜的人。几人回到审讯室继续查看录像，可怎料当小帅打开房门的那一刻，瞬间被炸弹炸得不省人事。因此本轮需要测试几人拆弹技能，谁能坚持的时间最长，就能证明谁才是无辜的人。显然在这项测试中，考验的不仅仅是几人的技术能力，心理因素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汤米明显处理的十分小心，最终在坚持了1分钟的时候，炸弹还是被引爆了。随后接受测试的约翰拆除的同样非常小心，然而炸弹却在第55秒的时候被引爆了。对于这种十分考验心理的挑战，明显并不是女生的强项，不过她却是最放松的那一个，可也仅仅坚持了38秒后便宣告挑战失败。而作为本轮当中的胜利者，汤米自然而然地被排除在了嫌疑人之外。此时的嫌疑人只剩下约翰和丽娜2人了。不过正当2人接受审讯时，约翰竟然直接逃离了这里，很快便消失在了人世间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们觉得小帅能否被成功拯救出来吗？